这个老头法力高强，拥有一身奇门遁甲的绝学。老头人称醉道人，顾名思义，此人嗜酒如命，一身本领堪称天人。醉道人驻扎此地，正是为了看守其中的江湖魔头。可这老道酒瘾上来，直接就把他从梦中给缠醒了。就看他变成一个假人来顶替自己，随即便出门找酒去了。这下可坏了，池塘里的月亮从一个变成了两个。有个巡山弟子发现了不对，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于是他叫同伴一起过来看看。然而俩人再这么一看，明明只有一个月亮呀，刚才肯定是看错了。可当他们走后，就看那个月亮又变成了两个。这时从水里钻出来一个人，此人出来后就到了大殿外，就看他用手指去吸引巡逻弟子。有个弟子好奇过来看了一眼后，一记利爪袭来，直接把弟子毙命。解决完了巡逻弟子，随即他就来到了老道看守的地方，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开门前的那把地锁。此人四周看了一圈后，就发现打开地锁的钥匙正在老道的身后，于是他放出飞钩去勾那把钥匙，可任凭怎么使劲就是拽不过来，于是他便放出了自己的宝贝皮影猴。猴子顺着钢丝爬去，路过老道假人的时候还停了下来，随即就给老道假人的烟袋里下了毒。假人吸入了有毒烟雾，直接凉凉。而此时皮影猴已经来到了钥匙前，可他刚挂在身上，就看见旁边蜡烛直接就喷起了火来。这时猴子的主人急了，他赶紧把猴子给召回，然后迅速扑灭火焰。好在钥匙到手，随即他直接给插进了地锁。这时钥匙开始快速旋转，那锁头上直接冒起了红光，大门上的字儿也开始快速旋转，然后大门缓缓打开。可当白雾散去，这里面竟然还有一幅天王壁画，不管怎么推也推不开。于是他只好去爬地锁中的钥匙。果然下一秒红光亮起，门开了，随即这人便抬脚走了进去，脚下就直接升起了火来。他赶紧退回，可就灭火的功夫，大门这时开始闭合。这人赶紧跳了进去，然后就挂在了房梁上。仔细观察，原来是那龙头控制着火焰。于是男人便掏出了玄阴球，就扔给了火龙嘴里。龙头不再喷火，地面上的红光也开始慢慢退去。这时男人便跳了下来，可下一秒地上直接弹起个纸人，吓了男人一跳。只见纸人身上挂着流布，随即男人一脚就给踹倒，可这下却碰上了后面的砖头。多米诺骨牌效应下，连着就是一个龙头。男人知道不好，于是赶紧过去阻挡，可两边都即将到头。男人看好再跳进去拦着另一个，晚了，龙头直接喷出了火来，烧了男人一身，同时火焰还点燃了龙珠。随即就是看上方落下来一个鼓槌，这要是敲上大鼓，那就直接暴露。男人只好硬着头皮拿脑袋抵挡，这通下来谁也扛不住，这么下去可不是事儿。男人割破了大鼓，这才跳了下来。可这时另一边的机关开始启动，龙头倒下后，喷出的火焰直接点燃了龙珠，一个大钟锤就落了下来。男人那是立马就跳了上去，赶紧用脚抵挡，然后他直接赶紧割断绳子，这才把机关化解。随即他来到了铁链锁着的邪圣正殿前，喊了一句师傅。这时邪圣正笑了，徒弟拿出一滩血液扔了进去。邪圣正内心大喜，摇头晃脑的只是舔了一口，直接破去了身上枷锁。随后双手这么一抬，直接破开封印，一身金刚神力撞开墙壁跑了。可他这么一跑，10岁以下的孩子就遭殃了。天使掌门大怒，下了死命令，要醉道人3月之内抓回魔王。邪圣正回到宗门，立马吩咐同门去抓捕命格至阴的童男童女，因为他要练就天下至强的邪功。徒弟高雄听从命令，他举办招聘会，让女儿高爱充当新娘招亲，吸引至阴出生的童男前来娶妻。3位男子挑战高雄布置的钢钉迎亲路。第一位男子运转法诀，用气功包裹脚底，可他功力不够，跨越火栏杆落地时，钢针已经刺入脚骨。第二位男子脱去鞋子，一跃而起，但也是装腔作势，观众一片嘘声。轮到最后一位男子出场，只见他双手捏诀，一跃而起，在钢钉路上如履平地。男人穿上新衣来到后堂，看到地上的八卦图，男子隐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
但却又说不上来。恰在此时，他瞥见新娘的另一半侧脸，巨大的胎记吓得他翻墙而逃。邪圣正大怒，此人道法精深，对他作用极大，务必要追回此人。可这位男子不是俗人，他叫游白云，是民间玄门世家的独生子，不仅身世显赫，家财万贯，还有一身好本领。游白云自幼父母早逝，跟奶奶居住在一起。奶奶对传宗接代很是重视，常在游白云耳边喋喋不休。然而游白云是颜值党，择偶标准极高，寻常女子根本不入眼。这次被高爱的侧颜吸引，不曾想也是个丑八怪。为躲避高爱追击，游白云在大街上用起了奇门之术，逃脱后来到一个小破庙。好巧不巧，醉道人正在里面用沙子洗澡，游白云的裤子在缠斗中被撕烂，悄悄把醉道人的穿在自己身上。两人为了裤子大打一架，可却分不出高下，只能摆下9981碗烈酒，用喝酒来比个高低。两人正喝得尽兴，高爱突然出现，醉道人仗义施展术法，帮助游白云逃跑。游白云感激不尽，当得知醉道人要去抓捕邪圣正，更是主动提出帮忙。两人施展秘术，在街上假扮小孩，果然引邪圣正弟子出手。只是醉道人喝酒太多，脑袋早已醉醺醺，反倒将游白云暴打一顿，功亏一篑。瞧见醉道人喜欢喝酒，高爱生出小心思，他用一大堆好酒诱惑醉道人帮自己牵一条姻缘线。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但高爱如此倒贴，把游白云吓得够呛。正在此时，一阵诡异笛声响起，一只巨大毒蟾蜍不知何时已经潜入房间，它全身布满恶心粘液，腐蚀性极强。醉道人急忙往身上揉搓，取下一颗仙丹扔入蟾蜍嘴中，蟾蜍顿时爆裂，然而毒汁四散飞射，高爱左脸也因此中招。醉道人在桌底下障眼法隐去身形，邪圣正上当，用笛声催促蟾蜍离去，然而高爱的右脸已被毒素腐蚀，醉道人只能先把毒素逼出。高爱醒来后看见脸上疤痕，更是生不如死。只见醉道人手持丝线在疤痕上轻轻刮动，疤痕应声脱落，连带着脸上的巨大胎记都消失了。游白云回到小破庙，看到高爱变成如此美女，当即承认之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。深夜，高爱的父亲高雄来了，一手赤焰神掌偷袭二人，游白云用水轻松解决。高雄又召唤僵尸傀儡，嘴里吐出高温火焰。醉道人就地取材，召唤一条神龙。关键时刻，高爱出来劝架。高雄本就不愿帮邪圣正做事，看醉道人法力高深，兴许能借此灭掉邪圣正。高雄说出邪圣正大本营，两人随后赶到，见两人打上门，邪圣正立马召唤蟾蜍。游白云不是对手，坐在醉道人的法器上，巨大噪音覆盖了邪圣正的笛音。蟾蜍失去控制，不听指挥，邪圣正只能选择远遁。数月过去，游白云和高爱正式举办婚礼，但是游家有个规矩，夫妻洞房之前，新娘需要单枪匹马闯过6大高手才能入门。高爱被挑飞出去，等再进门时，他已经脱胎换骨，瞬间秒杀数人。众人不知道，现在这个高爱其实是邪圣正假扮，真正的高爱早已被绑住。婚房内，邪圣正现出真身，他用铁环进攻，让两人吃了大亏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奶奶解开连环套，将邪圣正关入黑箱。一代魔王邪圣正就此陨落。